9月26日，美国国防部公开承认，以055南昌舰为首的中俄海军联合巡逻编队出现在白令海、阿拉斯加基斯卡岛以北约75海里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地方是美国人的专属经济区。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行为应该叫做自由航行。这次自由航行早在9月15号的时候就已经有前兆了。当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自己将会和中国组成联合舰队，然后离开日本周边海域前往太平洋进行第二次联合巡航。然后在接下来小半个月的时间里，这支联合舰队仿佛是隐身一样，失去了所有消息。当时所有人都在猜测这支联合舰队它会去哪里。根据俄罗斯人给的公开情报，这支舰队将会在12天内航行3000海里，而这个距离你要么是去阿拉斯加附近，要么就是去夏威夷附近。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美国人非常紧张，开始寻找这个联合舰队。然而一直到联合舰队开到了阿拉斯加，他们才找到了中俄海军。可以说这次中俄联合自由航行狠狠打了美国人的脸。美国人早就习惯了美国海军在其他国家海岸线附近横行霸道，现如今轮到中俄两国在美国海岸线附近自由航行，更何况这次自由航行，美国人一直到最后一刻到来前都没能找到中俄舰队，这就证明了中俄海军联合在一起有足够实力可以牵制美国海军，从而影响美国海军在第一岛链的战略部署，从而削弱美国海军在第一岛链内的战略威慑能力。同时，这也是中俄双方在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中国不在俄乌冲突中站对任何一方保持中立，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能够坐看北约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攻击。而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也是对美国人的警告，把俄罗斯逼急了，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倒向中国。如果中俄真的放下隔阂，进一步合作，那么届时美国就要面临欧洲还是亚太的单选题。毕竟现在美国只是看着吓人，其实并没有同时面对两场战争的能力。讲完了联合舰队的意义，咱们再说说055的自由航行这次事件本身的意义。055首次去美国自由航行是去年8月29，当时我国派遣以055南昌舰为首的编队前往阿拉斯加，此外还带了一艘052地形导弹巡洋舰119贵阳号，一艘093型补给舰和一艘815型799号电子侦察舰。当时美国在我国南海附近搞了一个美日英荷4国海上军演，我国直接派遣编队穿过对马海峡。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中国会选择绕日一圈就算了，但没人想到中国海军头那么铁，直接进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当时美国对自家的海上力量非常自信认为没有人敢去美国搞这个什么自由航行，结果就是美国国内附近没有保留大量海上军力，后方相当空虚，甚至侦察工作都没做好。看见中国海军后，海警船匆匆出动，前方演习演的热闹，结果后院失火，被中国海军换家。那这还演个啥呀？于是那次4国联合军演匆匆结束。这件事情美国人一直憋到了去年9月才瞒不住把事情曝光出来，然后就有人质问美国海军说，你们怎么不拦截中国海军结果美国军方只能回应说中国军舰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是安全且专业的。简单来说就是完全按照美国人的规矩走，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说不了啥。有意思的是，这些报道只在美军的官网上挂了1天就被删了不过还是有网页快照留着，证明这些东西确实存在过，可见美国人自己都嫌这事丢人丢大了。至于本次自由航行，对美国人来说就更加无法接受了。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躲开了美军的侦察，直接进入到了美国专属经济区，光明正大的搞军演。上一次美国人这么丢人，那还是去年6月份俄罗斯在美国家门口搞50舰大军演的时候。关于这件事情美国人什么也做不了，毕竟中俄两国只是在礼尚往来而已用了美国人的规格，用了美国人的理由，用了美国人的行动方案。唯一和美国人不同的是，中俄做的更加光明正大。根据美国方面给出的报告最近2年内，美国针对中国相关问题组织过6次自由航行。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每次自由航行的状态都是越来越差了。从最开始的舰队威慑，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单舰甚至双舰走一波的象征意义航行就算完事儿。这还不算完，最丢人的是最近一次，2艘老式驱逐舰在没有得到妥善维护、毫无战斗力的情况下，躲在一堆商船里面匆匆走了个过场。和这次中俄舰队光明正大开过来，甚至还在你家门口搞了一波军演，形成鲜明对比。
别的不说，只能说现在的美国海军也越来越丢人了。当然，这也怨不得他们，美国工业都让资本家拿去变现了，金融创新嘛。能制造和维护航母的大型干船估计就剩最后一个了。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也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能保持现有存在就不错了。美国人当世界老大当太久了，忘记了一件事情：想在这个世界上分蛋糕，靠的是你拳头有多大，不是你肚子有多大。当美国海军彻底垮塌，无法支撑起美国现在的庞大经济体量时，有的是人想从美国身上分下来一块肉。